我是个开豪车送外卖的悲催货。至于我为啥悲催，你瞅呗。这世界3年前就进入了修真的时代，而我却无法修真。不好，要收拾了，疾风咒破速！世界变成这样，还要从3年前说起。那时，保护地球的宇宙屏障出现瑕疵，那些外星物种开始入侵地球。幸运的是，裂痕的出现让宇宙的灵气也泄露到了地球，人类可以修炼灵气来抵御外星物种入侵。自此，人类进入了全民修真的时代。今年高考重点是考灵气转化率，还有御剑导航的符箓应用，都给我背熟了！都给我加把劲儿！这批聚灵丹赶在灵修大会前交货，咱们直接冲进世界灵修500强！感谢榜一大哥送的10颗灵气丹，么么哒！大哥想看我演示引气入体吗？但是，在修真的人类控制住外星物种入侵之后，那些有修炼天分的家族成为了这个世界新的权贵阶级。他们开始欺压没有修炼天赋的人。哼，废物！给我10块灵石，不然废了你的修为！阶级仍然存在，世界并没有改变。喂，敢挡本小姐的路，伤了我的灵马，把你浑身器官都卖了，也都赔不起。喂，清楚，是你从后面撞我的，你追尾还有理啊！混蛋，敢这么跟我说话！我爹可是至尊强者，你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，也配跟我交道？小姐，您没受惊吧？没事，就是刚才喝了2杯灵酒，骑马没注意，撞了个不长眼的杂种。喂，你喝了酒还骑马，你这是酒驾，你违法了，知道吗？违法！无知的蠢货，法律岂能束缚我等贵族？还敢顶嘴！今天就好好教你做人！小姐，别打了，千万别累坏了您。而且这废物皮糙肉厚的，打坏了您的鞭子，反而不值当。你把他丢到前面的湖里去，省得在这碍眼。遵命。我操！我这破人生还真是够倒霉的，我这辈就要交代了吗？小子，先别忙着认命。啊，你谁呀？我是老子。啊！妈的，我是你老子还差不多。那个，我是写《道德经》的那个老子。老子早该成骨灰了吧？哦，对，我也死了，所以才能见到你。你没死，不能死，因为你就是我。你是说老子是他妈老子？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大正之势已开，你该醒了。小姐，这个废物也死了，您就消消气吧。靠，老子现在也有灵气了，这感觉爽！喂，你们别走啊！刚才不是挺能耐的吗？老子还没挂呢。你们权贵做事情不是应该斩草除根吗？这杂种竟然能爆发出这么磅礴的灵气，怎么会这样？他明明是个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废物，
估计是生死之间激活了潜能，不过没用。他体内灵气刚滋生，最多就是巨灵境初期，老夫可是巨灵境末期，收拾他易如反掌。那就赶紧弄死他，别让他在这碍眼。拒不承认。果然是个半吊子，竟然连巨灵境都不是，空有灵气有何用？还敢跟老夫较？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杀了他，碎尸万段！挣扎也没用，灵气再多，没入经脉成不了巨灵境，根本算不上修真者。谁跟你扯什么境界？不管我是什么境界，你们要我死，我就要你们死！还在装腔作势，快弄死他！这怎么可能？连七灵界都没到，怎么会？壮士饶命，请您放过我家小姐，只要你肯饶她，家主公肯定会重用您。灵石、功法，你要什么有什么。我说过，不管我是什么境界，要我死，我就要你们死！是我错了，我不该抓，不该打你。回去就跟我爹说，让你当功夫，叫你放了我。我知道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要没有实力，早就死了。我怎么会留着你这种人？你竟然杀了小姐！小子，你摊上大事了，家主会将你碎尸万段的，你等着！我为啥要等着？你当我傻呀？等着你去报信吗？我的女儿！是谁杀了你？是谁敢动我赵家的人？我要让那混蛋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管家，去把老爷叫来。主母息怒，家主正在闭关冲击至尊巅峰境的关键时刻，绝不能被打扰啊！一旦走火入魔，整个赵家都要完。完？我女儿都死了，赵家完不完有什么要紧？主母，家主闭关前严令。行了，我知道了。无论你是谁，就算躲到天涯海角，我都要把你揪出来，让你尝遍世间最痛苦的死法！小子，别跑那么急了。放心，他们现在没精力找你麻烦。没精力？我可宰了他们的宝贝女儿啊！外星物种的联合舰队快要来了，所有修真者都能感应得到，他们自顾不暇呀。就凭现在地球的修真者，根本挡不住。说直白点，世界末日要来了。挡不住，那我们就只能等死。我刚有灵气，还没爽够呢。急什么？不出意外的话，人类历史上那些英雄的封印也该解开了，继承者们的血脉会在这一次彻底觉醒。后辈，借我霸王之力，护我人族！小子，有我吕布的风范，接我话语，杀敌快敌！心怀信念，也能拥有守护的力量，保护你的同胞。我们为自由而战，如今为人类而战。
喜家主，贺喜家主！不好，那些外星杂种又要来了！老爷，终于出来了，女儿她没了，魂牌碎了。你说什么？女儿怎么了？被人杀了！你现在是准圣人了，一定要为女儿报仇啊！混账！敢杀我的女儿！我现在就去把她找出来，让她神魂俱灭，永世不得超生！小哥哥，需要服务吗？伤得这么重，一定很疼吧？要不要妹妹帮你吹吹？我看小哥哥气度不凡，肯定不是普通人。妹妹，我可是会些疗伤的小法术，能帮你快点恢复哦。小哥哥生得真好看，不如让妹妹亲一下，当做疗伤的报酬。你干什么？妹子，戏演的不错，但你身上的杀气也太明显了。说吧，是不是赵家派你来暗杀我的？找死！切，就这点能耐？是外星物种。我太惨了！我明明是星球王女，却因为血脉不纯被族人歧视。好不容易逃到地球，想吸食你们修真者的灵气，提升能量，没想到你这个连个巨灵境都没到的废物都能把我碾压，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？你给我个痛快吧！门都没有，正好我缺个女仆，从今天起你就伺候我吧。我乃王女，宁死不屈，你别做梦了。我真的错了。那好吧，就听你的，省得我浪费粮食。主人，奴婢知错了，以后奴婢一定尽心尽力伺候您，绝不敢有二心。今晚的目标会很棘手。知道。那杀害小姐的杂种，竟然一点踪迹都找不到。这可不行，武功正怒火中烧，必须要见血才行啊！见血？那又杀谁？那小子是个孤儿，无亲无故的。汉子查得清楚，这杂种从小在京石村吃百家饭长大，他对那村民的感情深得很啊！既然找不到他，就屠了青石村，让他知道得罪赵家的下场，正好让那些贱民尝尝什么叫生不如死。老祖宗，我到底是什么境界？明明我连巨灵境都没到，怎么能打赢巨灵境巅峰呢？那是因为那两个蠢货白白浪费了巨灵境的优势。优势？什么优势啊？巨灵境修士早已能御物飞行，灵气可包括隔空杀人，而你灵气虽充裕，却不懂导气入脉，只能用来近身防护墙，连远程攻击都做不到。若是那老者一开始就飞到空中，对你远程轰炸，耗光你的灵气，你早就是一具尸体了。那我该怎么才能导气入脉，突破到巨灵境？不知道，我好多记忆还没恢复。那你怎么才能恢复记忆？
也不知道。那你到底知道什么？你看，这花田的秘密都藏在这小小的花朵里。我能感知到当下修真者的动向，这2个红点朝着青石村飞去，杀气腾腾啊！青石村，那是我的老家。外星舰队都要打过来了，这些人不思抵御外敌，反而为了私仇屠杀无辜村民，真是丧心病狂啊！主人这是怎么了？也好，这下我可以跑了。大人，饶命啊！我们没做错什么，求您放过我们。哼，没做错，你们要活的杂种杀了我们家小姐呀！求求你放过我的孩子，他才3岁，什么都不懂啊！哎呀，2位大人呐，求你们高抬贵手，村民们都是老实人，小李那孩子的事跟他们没关系，求你们放过他们吧。嘿嘿，没关系又怎样？你们死的理由就是我想让你们死。嘿嘿嘿，你们该死！对不起，老村长，都怪我，是我把灾难引到了村子里。不怪你，要怪就怪这世道，怪这些没人性的畜生。这小子御灵镜都没到，不能御物飞行。飞不起来，就只能当活靶子。住！小心！先耗他一会儿，等我灵气化用完了，你再上。对，灵气再多也有耗尽的时候，慢慢耗着它。稳住，烈日突破！你准备点！这样下去不是办法。这小子跟缩头乌龟似的躲着，接着走，其他贱民找点乐子。你们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！怎么样，刺激不刺激？你再躲，看看你的乡亲们能活几个！要杀了你！你人类真是可笑，对外星人喊打喊杀，对自己人却比谁都残忍。你怎么来了？我们蜥蜴人既然认了你为主，就绝不会看着你死。一个外星杂碎也敢来多管闲事！别管那个外星杂碎，这小子灵气快耗尽了，我们一起动手，先弄死他。小心！你赶紧牺牲灵气恢复，别浪费时间。混账，干坏我的好事！没关系，就算恢复了灵气，也飞不上来。接着耗，总能耗死他。哼，虽然我不能飞，但我的灵气能激活身体的潜能。哈哈哈哈哈！潜能？
你力气大又怎么样？你连我们的一角都碰不到，顶多去挑大粪。就是废话真多，看招！你怎么能跳这么高？我知道错了，你放过我吧！别过来，我可是……你的废话也很多。你怎么样？还能走吗？放心，死不了，我命硬着呢。都说外星物种是祸害，现在看来，有些人类比外星物种还坏。他救了村子，我想请您帮我照顾他。我们会好好照顾他的。小子，别冲动。那赵家主已是至尊巅峰，离圣人境只有一步之遥，你绝非对手。不试试怎么知道不行？难道要看着他继续残害村民吗？再说了，我打不过就你出手。我只是一道意识体，根本没办法出手。好小子，杀了我的女儿和手下，还敢找上门？我说我是来送外卖的，你信吗？狂妄至极，死到临头还敢嘴硬！别笑了，就是这道气息，没错，杀我女儿的凶手就是他。你们母女真是一个德行，仗着有点修为就不讲道理，蛮横霸道。好小子，果然有些门道，连聚灵境都没到，算不上真正的修真者。仅凭体内灵气就能达到聚灵境高手，有点意思。但你要搞清楚，你面对的是至尊境，甚至是至尊巅峰，距离圣人境我只差最后一步。没办法，至尊级别的灵气密度比你体内的高出不止一个档次，硬碰硬，你必输。怎么受伤越多，感觉灵气反而越充沛？你懂不懂科学呀？伤口会打破你身体的屏障，让天地间的灵气更快、更多的涌入你体内。你一个道家老祖竟然跟我讲科学！你们俩都是至尊期，这小子已是强弩之末，给我好好玩死他，别让他死得太快。是，家主。给我把他的手脚打断，不要让他活活疼死，这样才能解我心头之恨。你放心，我解决了你，我就派人去屠了秦石村。你的那些乡亲会比你死得更惨，他们会为你陪葬，你不会孤单的。呸！你这个杂碎！哎，我现在就杀了你，让你尝尝一刀一刀被割的滋味。怎么回事？这不可能！你不知道吧？我身上的伤口越多，吸收的灵气就越多。当灵气吸收到一定程度，就会不断压缩，直到我的灵气密度超越至尊级别。这不可能！不可能，他连聚灵境都不是，怎么可能击败至尊巅峰？一起上，联手弄死他！
听说你还想屠了青石村？不，我刚才是胡说的，我没有那个意思，求你不要杀我。哦，你的命是命，你女儿的命是命，青石村村民的命就不是命了吗？他们都是平民，我们是权贵，我们本来就比他们金贵。是吗？你的命就让我这个平民收下了。你别得意，这是我赵家老祖留下的玉牌。老祖托梦告诉我，危机时刻摔碎玉牌，就能解开封印，唤出他的祖魂。小畜生，就算你超越了至尊境又怎么样？我赵家老祖祖魂在线，必能将你置于死地。你等死吧！赵家后人，换我出来，可是遭遇生死危机。老祖，就是这小子，他杀了我女儿、夫人，还有手下，现在还要杀我，求老祖为我做主，诛杀此僚。师傅，您怎么在此？请受徒儿赵云一拜。老祖，您认错人了吧？他是杀我女儿的仇人呐！您怎么给他下跪？老祖宗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他怎么叫我师傅？当年我云游四方，见这小子资质不错，就指点了他2下。没想到他非要死缠烂打拜我为师，我也就顺水推舟收了这个徒弟。你起来吧，你的后代刚才可是想要我的命呢。老祖，饶命啊！我错了，我不该招惹师傅，求您放过我。哼，我已读取了你的记忆，你夫妇2人恶贯满盈，杀人无数，赵云英雄已逝，没想到后代竟然如此卑劣不堪。哼，作孽不可活。他们终于要来了吧？弟子不孝，本想让后代觉醒祖魂，协助人类抵御这场浩劫，没想到我的后代如此不争气，还给师父添麻烦了。算了，这也不是你的错，谁能保证后代个个都有出息呢？弟子被解封后，魂体无法长久停留，现将这一身魂力归还师父。出师未捷身先死，常使英雄泪尽。喂，老祖宗，我徒弟这魂力传的挺猛的，怎么我感觉境界一点都没动？你小子想什么呢？他这魂力是给我恢复记忆用的，跟你突破境界有半毛钱关系啊？合着我是给你打工呢？那你恢复啥记忆了？想当年函谷关外有个煮茶的姑娘，长得那叫一个正点的。闭嘴！谁要听你忆往昔谈情说爱了？别扯这些没用的。何为有用？何为无用？世间事有无相生，相辅相成，无用之用方为大用。你懂不懂唯物辨认法呀？我懂你个鬼！你再扯犊子，我回去睡觉了啊！打了半天架，累死我了。马上说！刚解封的记忆全是干货。当年我骑牛西出函谷关，并非遁世，而是以先天之气游走千年，见证英雄崛起。每逢豪杰末路，便与其签订契约，留意于祖魂封印。我算着地球终将遭此浩劫，这些祖魂便是人类最后的火种。哎呀！直到民国末年，我寿元耗尽，只能封印一缕精魂，静待后世觉醒。而你就是我精魂的继承者。所以现在我得去找那些英雄的后代，帮他们解开封印。不用你找，地球危难当头，祖魂自会感应宿主，自行觉醒。那我们现在需要干什么？需要寻找英雄的后代。你能不能好好说话？刚说不用找，转头又让我必须去，耍我玩呢？其他英雄皆是武神，唯有这一位是医神后代。你现在灵气虽强，却不懂导气入脉，一身伤全靠硬扛。找到医神后代，对你来说可是天大的好处。早说呀！医神后代在哪儿？现在就走。华大夫，我这痔疮总复发，疼得睡不着觉，你给想想办法。
这好办，用我们华家的刮骨疗伤疗法，保证根治。治个痔疮还要刮骨头，痔疮也没长在骨头上啊！你误会了，我说的骨是屁股的骨。刮骨疗伤，刮进肛周淤血，自然断脓。不要刮我屁股，我不治了，不治了！和曹贼一样，我不相信我们华家的医术啊！老弟，你忘了家训吗？好好的医术不学，整天捣鼓这些破铜烂铁干什么？我对学医没兴趣。你个理工男，满脑子电子机械。现在是修真时代，我都已经是至尊境了，你呢？不好好修真，高考落榜了吧？连大专都没考上。修真那就是迷信，科学才是王道。我研究过，灵气就是量子级别的颗粒。啊？你就是华妙妙？你是什么人？谁让你进来的？滚出去！我家少爷月底大婚，请你务必参加。你家少爷结婚跟我有什么关系？哼，当然有关系。我家大少爷要娶的，就是你。你家大少爷算个屁！赶紧滚出我家！哼！破天！哎，你虽是至尊境，可惜灵气全用在艺术上，战力稀松。我巨灵境巅峰，足以秒杀你。你到底是谁？我家大少爷是曹家门主，曹家可是修真界顶流世家。你呀，哼！我家少爷看上你是你的福气，识相点，就乖乖听话。管你什么巨灵高手，比你炸成翔！哎，哼，既然你们不识好歹，就别怪我了。哎，喂，你们修真世家是不是都一个德行？仗着有点修为就横行霸道，脸都不要了？你竟敢勾结外星物种，扰乱地球秩序！我扰乱你妈的秩序！有本事你放开我，咱们堂堂正正决斗！你当我跟你一样傻吗？能这么舒服的打你，干嘛要跟你决斗？要不要过来出出气？我来！我就说吧，修真的都是样子货，外表抗造，内里脆弱不堪。你们等着，我这就禀报少爷，曹家一定会让你们付出代价。让你走，你偏要废话，那就别走了。把他绑了，以后就当练拳的沙袋。对不起，我华家医术传承数千年，可你这体质太诡异，灵气在你体内乱成一锅粥，我没法帮你导气入脉。啊，老祖宗，这咋回事？你不是拍着胸脯说神医之后能解决吗？不可能啊！根据我残魂的指引，医神华佗的后代肯定有办法的。要不你把家里的祖魂之玉摔了，把你祖宗招出来问问。主人，咱们现在怎么办？等一下，你们可不能走啊！还是你这孩子有良心。你去曹家自首吧，就说都是你一个人干的。我靠！哼！你个忘恩负义的混蛋，现在想卸磨杀驴了？别说了，我有办法帮你解决灵气的问题。你也懂医术？灵气的本质就是一种量子级别的粒子，它们高频震荡，然后会被打碎成纳米粒子，它们就能像水深海绵一样，
透过皮肤直接进入体内，到时候不用受伤，就能无限制吸收并压缩灵气。你可以把你整个身体当做脉，不就灵气入脉了吗？灵气入脉为了压缩灵气，我在体内就能压缩灵气，何必入脉呢？走，买零件，打造离子整形系统。成交。小白，加油，使劲咬，赏你上品灵石。我没得罪你啊，为什么放狗咬我？你这面能为我的灵泉，是你的福气。混账！你竟敢打我的小白！给我咬死他，往死里咬！住手！你个毛头小子，也敢多管闲事？继续咬！小畜生，你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曹家二公子曹明，这灵犬是我哥特意给我找的异兽，你敢杀他，我让你全家陪葬！小子，没想到你这么勇啊！我冲出去就后悔了，现在怎么办？又得罪曹家了。你能干得过至尊吗？当然，巨灵境以下，我无敌。那你嘚瑟个屁！人家是至尊境，你连人家一根手指头都打不过。一个外星杂种，一个玩破烂的普通人，还有一个没到巨灵境的废物，正好让你们知道得罪我们修真世家的下场。完了完了，曹二公子要杀人了，这几个年轻人惨了。谁让他们惹曹家呢？曹二公子的哥哥曹雄可是圣人境，整个镇子没人敢得罪他们。我最烦你们这种遛狗不拴绳的畜生！你这种爱狗人士，怕不是养狗时间长了，说话都跟狗叫一样。找死！今天就让你们死无全尸！快朝我扫射！不行！别废话，我不受伤就没法大量吸收压缩灵气，一会儿我们都得死在这儿。怎么得罪了我，就想以这种方式谢罪？晚了，我会把你们抓进曹家监狱，里面的酷刑保证让你们尝遍世间所有痛苦。外星杂种，这点力量也想束缚我？我改变主意了。你这种恶心的生物，我一秒都不想让你活在世上。我就想踩烂他的脑袋，我有什么错？你错就错在你是个人渣。过瘾，太过瘾了！这小子竟然敢杀曹二公子！小点声，被曹家的人听到，你也活不成。快跑！曹家嫡系都有魂牌，曹家主很快就会感应到他弟弟死了，到时候我们想跑都跑不了。恩公为了救我，得罪了曹家，我不能让恩公出事。你那个弟死了，老祖，一个不成器的东西罢了，死了便死了。如今我与老祖魂魄刚融合，才踏入圣人境初期，等我们彻底相融，踏入圣人巅峰境，到时候整个修真界都得看我们曹家脸色。这点小事儿不必分心。不错，你这自私的样子
本有我当年的神韵，当年我儿曹冲被害，立下重赏，谁伤我曹氏后人，必杀之。可惜啊，逝去后曹氏被司马家覆灭，成了我的心魔，一直难解。如今我曹家嫡系又遭横祸，再不报仇，心魔难消，我无法彻底融合。心魔，如此，那我便去把那杂碎救出来，挫骨扬灰，正好让这修真界看看，圣人境的怒火可不是谁都承受得起的。兄弟一场，先给你收尸吧。是他放狗咬我，我打死他。放屁！一个连灵气都感应不到的下等人，能杀得了至尊境的修士？说出真相，不然你尝尝千刀万剐的滋味。我不知道，我不说。那我就让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真正的地狱。怎么办？曹兄可是圣人境啊，小李最多也就宰过至尊境的，圣人境那是能飞天遁地、移山填海的存在啊！慌什么慌？没见过世面的样子，他不一定能找到这儿。柴房里还关着他的保镖，他不也没找到吗？那能一样吗？他顺着魂气就能追过来，咱们藏不住的。你那个灵力粒子整形系统到底能不能做出来？别磨磨唧唧的。杀曹家人的杂碎，你等着，我来了。他来了，我就算能做，也没时间做了呀。没关系，大不了我多砍自己几刀，伤口越多，涌入的灵气就越多。我把灵气压缩到极致，未必不能和圣人境拼一把。等等，伤口越多，灵气越多，灵气越多。这身是我以前设计的刀锋战士机甲，按下胸前按钮，浑身会爆无数剑刃，跟刺猬似的，谁都近不了身。这么厉害，我试试。哎，等一下！你搞什么鬼？我设计的时候把刀刃装反了。不过你不说伤口越多越好吗？这不正好？他来了！可惜我不会飞，跟他在空中打太吃亏了。你是至尊境，战力不行，但会飞吧？这待遇不错呀。不仅有专属坐骑，你还能随时用尽灵气给我补血。老祖宗说的没错，解决我问题的还得是你们医神后代。闭嘴！再废话，我把你扔下去！来得好，曹雄，你弟弟的账，今天咱们一并算。哼，就是你杀了我弟弟，一个连巨灵境都没到的废物，也敢动我曹家的人。你弟弟是金枝玉叶杀不得，那他放狗咬人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别人的命也是命？别人的命？呵呵，你猜那个被狗咬的少年怎么样了？你把他怎么了？他一个连灵气都没有的废物，还替人顶罪。当然是把他慢慢虐死了。那小子死前还一遍遍喊你恩公，哭得跟条狗似的，真是可笑至极。还以为杀我弟弟的是什么绝世高手，原来不过是个连巨灵境都没到的垃圾。畜生！今天我必让你为他偿命！就凭你，飞稳了！躲！你们接着躲！圣人境可移山填海，操控万物，是你们这种废物能想象的。你连碰都碰不到我，只能像条狗一样被我戏耍。这样下去不行，我
我们迟早会耗死。他能操控万物，远程攻击无解。小子，别光用蛮力，你的灵气能压缩到极致，为什么不试试让它透体而出，灵气化形？我变！你竟敢伤我！还这么狠的！你以为这就能挡住我？这样被动防守根本不是办法，必须近身。可是混蛋飞得那么高，又能远程操控，怎么才能碰到他？老祖宗，我灵气能无限吸收，那曹雄的灵气呢？他是圣人境，灵气都在经脉里，能不能也无限吸收？当然不能。你以为谁的体质都和你一样啊？找死！送你个礼物。你在干什么？没什么，你们修真者不是喜欢灵气吗？我就给你多灌点，让你好好爽一爽。停下！快停下！现在知道怕了。你虐死那个少年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会有今天？猴子，你竟敢坏我的好事！孟德，当年我封印你的魂魄，是让你在地球遭遇浩劫时协助人类抵御外敌。可你看看你都做了些什么？抵御外敌？哈哈哈哈哈！这天下还没有统一，我怎么甘心去对付那些外星杂种？如今有了圣人境的后代，有了重新来过的机会，我必须要统一这天下。为了你的私欲，就挑起人类内斗。地球即将面临灭顶之灾，人类本该同心协力，你却在这里搞内讧，何其糊涂！糊涂！宁叫我负天下人，休叫天下人负我。这天下本就该由我曹家来掌控。若有来世，我必一统天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儿，就是有点累。不过话说回来，刚才那板砖砸的是真爽。小子，解决了曹家，接下来该准备迎接真正的大战了。来就来，谁怕谁？老子连圣人境都宰过了，还怕那些外星杂碎？啊，老祖宗，你这找的都是些什么英雄啊？曹操祖魂满脑子想的是一统天下，赵云祖魂倒是靠谱，可后代却是人渣，一点用都没有啊！小子，话可不能这么说。所谓无用之用，方为大用。他们看似在添乱，实则每一次冲突都在逼你突破自身的极限。这难道不是最大的用处？懒得跟你扯，先补个觉。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！吵什么吵？外星物种入侵了？比那还厉害！世界3大圣人联合发公告了，说你是人类新物种，要覆灭地球所有修真家族。老祖宗，这样愚昧的人类，真的值得我去拯救吗？孔子曰：“人不知而不愠，何以君子乎？”别人不了解你，你却不恼怒；
这才是成大事者的胸襟。你跟孔子不是对头吗？你用他的名言合适吗？这宇宙太大了，人类要想活下去，只有抱团取暖，哪里有什么对头啊？你要是还茫然，那我就用我的名言告诉你：助众人之所恶，故几于道。知其白，守其黑，为天下事。吕布后代吕封参见老祖。今日外敌犯我地球，我便提着方天画戟，杀尽外星杂碎，护我人族河山。圣女贞德继承者艾琳参见老祖。信仰之光克照黑暗，我以信仰为盾，以圣剑为刃，守护每一个无辜的同胞，哪怕流尽最后一滴血，也绝不退缩。斯巴达战士继承者托尔参见老祖，为家族而战，要么战死，要么胜，要么战死，要么胜。大道归一，万物同喜，共护此土，共度此劫。好，既然英雄俱胜，那我们就和这些外星杂碎决一死战。愚蠢的人类啊，竟敢反抗真神！等待你们的将是彻底的覆灭。这气息是超越圣人境的神级强者，这是星系联盟的统帅。我早就说过，管他什么境界，老子看他不爽就要干他。众英雄听令，解封老祖封印，结地球防御大阵。开火！啊！可惜，只能被动防守。谁说的？啊！八岐大蛇这个混蛋！我们的护国神兽竟然倒戈了！现在该看我们的了！冲啊！上！信仰之盾！这些都是你们外星物种，你要是不想打，可以躲开。这些可恶的蚊子是我灵犀一族的天敌，今天正好报仇。如此弱小的气息，却能成为反抗的源头，真是奇怪。别捣乱，这种热武器对神境强者根本没用。真的吗？
这可不是普通子弹，我把原子能量注入了子弹里，这可是人类科技史上最凶悍的热武器。成功的激怒了我，不过我不会这么没有风度。毕竟，最喜欢看的是你们人类的自相残杀。果然，我国叛变了。跟着统帅大人，此战覆灭地球各大势力之后，我倭国就是地球的首领了。你就放屁吧！你嘴是菊花做的吗？脑子里全是翔，这么简单就被人利用了，赶紧切腹自尽吧！给我杀了他！敢辱我大倭武士，今日便让你血溅当场！就这点力道，还不如我家蜥蜴女的舌头有劲。吃我一炮！这小日子过得不错的杂碎，看你们往哪儿跑！姐，看那边！这些杂碎的刀上有毒！城主，我只能暂时稳住你们，赶紧反击！多谢华大夫，这口气必须争回来！操你娘的！这杂种怎么这么狠？老子难道要栽在这儿？圣洁在剧毒面前不过是笑话。我不服，斯巴达战士没有失败者，难道我的荣誉要被玷污吗？你死定了！多谢啊，这招灵气不够用啊！这不可能！记住，卑鄙者的下场只有一个，死！这些稀缺的杂碎，今天就让你们灭绝！姐，大家伙灵气快顶不住了，能不能给大家加点灵气 buff？ 不行，我灵气耗尽了，根本撑不住。灵气不够，我这里管够。最不缺的就是灵气，尽管用。所有人，离身！算了，这灵气太顶了。还不够，再来！杂种，刚才的嚣张劲儿呢？人类的力量，岂是你们这些杂碎能等的？信仰不灭，战斗不止。斯巴达的荣耀由我来守护。老大，看你的了！这玩意儿挺合身啊。老大，这套机甲内置粒子整形系统，能把灵气粒子压缩到皮肤可直接吸收的程度，以后你吸灵气再也不用自虐受伤了。有翅膀了，还能飞，那必须的。不错不错，
以后不用踩着你姐飞了。你这喷气口设计在屁股上，那你装翅膀有个屁用啊！来战，灵气化形，先收拾叛徒。灵气勉强比肩圣人境，可惜是神境，而神境之下皆为蝼蚁。给我了！怎么回事？为何吸收不了灵气了？神境可掌控法则，面对法则，你将无法吸收灵气。老祖宗，咋办？要不跑？老大，你这是故意被打的这么惨吗？是要示敌以弱吗？老子是真弱，这小子邪门，让我吸收不了灵气了。就说修真不靠谱。接下来还是看看科学的力量吧。你记着，一会儿脱身之后，按下胸前按钮。我靠，这么猛！这么近，给你来个更牛逼的！庆祝一下！你搞什么鬼？本以为第一发结果了他，然后第二发放烟花庆祝，多牛逼的计划呀！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他没被干掉。你给我靠谱一些！这套机甲最厉害的地方是机甲手脚，靠近它，再次按下按钮，它将会见识到地球上的科技力量。见识地球科技的厉害！人类果然愚昧。快按！撤！我能吸收灵气了！我早就知道，修真者外强中干，内脏才是弱点。原来如此，炮弹在他体内爆炸，干扰了法则运行，所以我能吸收灵气了。啊！我靠！小李飞刀！该死的人类！我要撕了你！刚才那是分身，你不会连灵气化形都不知道吧？趁你玩飞刀的时候，我早就留了后手。不管你有多少分身，都得死！果然被我猜中了。你的法则只能单对单，现在你跟他缠斗，我就能自由吸收灵气。等他灵气耗尽，我再上。你还怎么嚣张？想动他，问过我了吗？我算看明白了，你的灵气强度也就跟圣人境差不多，没了法则能力，你就是个废物。而我自从吸收了宇宙的灵气，也能将灵气密度压缩到圣人境了。那我也能干掉你们！刚才我可是弄了3个分身，我俩拖着你，第3个一直在吸收灵气造新的分身，新的分身吸收满了灵气又能造分身，这是良性循环吧？现在这些分身每个都有本体的实力，你觉得你还能赢？不可能！
既然我赢不了，那就同归于尽。留守者立刻按下自毁爆破按钮，让地球和我们一起陪葬。自毁会连地球一起炸了。这统帅就是个疯子！地球人，我们不想和地球开战。我们来到这里，是因为统帅和一些嗜血的物种胁迫下被逼无奈之举。如今统帅已被你们击败，我们愿意与地球人和谐相处。你竟然敢背叛我！师傅，浩劫已减，我等魂力归还于你。护我人族，死而无憾。后辈可畏，人族不朽。信仰之光永不熄灭，自由之火代代相传。老祖宗，这下总搞定了吧？一切才刚刚开始，我的记忆全恢复。一切才刚刚开始，我的记忆全恢复了。小李，你以为这些外星物种是浩劫根源？不，他们不过是上位面神族们随手丢弃到这个宇宙中的灵兽罢了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上位面神族已经奴役人族数亿年，人族即便深陷绝望，但从未放弃反抗，可结果却换来更残酷的打压。为给人族留一线生机，人族首领盘古舍身开天辟地造地球，女娲耗尽心血捏土造人。他们将人族灵魂送到下位面，只为盼着给人族留下一点希望。你来自上位面吗？我只是上位面最平凡的人族，逃到这里只为给人族传道。那宇宙屏障也是你设的？不，是人族首领女娲为隐藏地球所设。女娲首领设立屏障后灵力枯竭，但坚持一直带领人族反抗，可惜终究被神族重伤，这才使得屏障出现瑕疵。神族为何无动于衷？按理说这些灵兽被灭了，他们会打下来啊？绝对不会。你会特意屠戮一个离家比较远的蚂蚁窝吗？而且上位界还有无数人族等着他们蹂躏，这下位界的浩劫在他们眼里不值一提。如今你覆灭了外星物种，这也证明了你就是反抗神族的唯一希望。老祖宗，搞什么鬼？我现在是人族希望啊，都要打上天界干神族了，还送什么外卖啊？因为你以后踏上神界，必须能一心二用，一边战斗一边不间断地吸收灵气，所以送外卖就是你现在的战斗。好吧，那就听你的。对了，我还得去一个地方。老东西，都怪你那短鼻儿子，被曹家少爷的狗咬了就咬了呗，就算咬死又能怎样？结果呢，因为他惹来的大麻烦，竟然让曹家被灭门了。现在镇子没了顶级修真家撑腰，隔壁镇子天天来抢我们的灵草矿，你说这笔账是不是该算在你头上？镇长说了，你们家就是灾星，今天不把你这破摊子砸了，难平我们心头之气。我儿子没错，曹家的人死有余辜，我儿子被曹兄虐死，这样连个投诉都不受理，还有没有天理？死老婆子还敢顶嘴！我今天就替镇长教训教训你！我的手，放开我！大娘，没事吧？你是谁呀？你快走！他们是镇衙的人，惹不起的。一个送外卖的也敢多管闲事！哎呀！混蛋！你别嚣张！镇长和自卫队马上就来，让你吃不了兜着走。镇长，
你可来了！这个送外卖的小子打我们，你一定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倒要看看是谁这么不知好歹！哼，小子胆子不小啊，敢在我的地盘上撒野！知道我是谁吗？镇长，这小子就是个送外卖的，估计是活腻歪了。你小子完了！你不是要给这个摊子的出头吗？把你关进去，我天天来收拾这个摊子。他儿子走了，我就不让他在这个大街上摆摊。竟敢招惹我的人，知道我是谁吗？我是这镇子的镇长，我让自卫队把你抓起来。你难道是率领英雄驱逐外星物种的李大尊？李大尊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您大人有大量，饶了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大娘，您说这些人该怎么处理？杀了他们！老祖宗，你看到了吗？阶级的压迫无处不在，这里是这样，上尾县恐怕更是这样吧？到底要如何才解决世间这一切不平之事？答案得你自己去寻找。我决定了，去神界前，我要先修理这个世界。划破天帅科学队融入灵气与科技，让地球文明拔节生长。我组建英雄团，让各大英雄修真家族挥师四方，扫平那些盘踞世间的阶级压迫。冲啊！一开始确实大快人心，可很快我发现，英雄团的家族成了新的阶级。那些被我们打碎的家族，换了一种形式，重新套在了大众身上。阶级的压迫从来没有消失。这是女娲首领设立宇宙屏障破碎后的一粒碎片，我可能在地球找不到答案了。如今我以体为脉，可不断吸收灵气，从气息上已经达到神境。是时候去神界了吗？觉得迷惘的话，就去神界寻找答案吧。老祖宗，怎么回事？不好，女娲首领出事了。一定要打破枷锁。女娲首领的人族之魂被你继承了，接下来上位面的神族该来了。没想到挖这贱婢的残魂还在，小子，你就是人族的新希望，正好抓回去，献给神王大人炼药，解封锁。我无法调动灵气了，这是法则吗？地球的神境不过是蝼蚁。人族的希望，我不能死。孩子，别怕，
我等了数亿年，就是为了这一刻。人族的脊梁不能弯。什么？他不会达到破戒了吧？戒狱封锁，现在轮到我了，密封戒狱。不可能！你怎么能这么快掌握破境界的法则？行！破戒境的真谛不是掌握法则，而是打破法则的束缚。恭喜你踏入破戒境，但这只是开始，上位面的大军很快就会降临。不要紧，我这就杀上神界。老祖宗，打开通天大道！停！你是外地来的？在下初来乍到，想找个落脚处，不知这附近可有容身之地？那是神王女儿丽莎公主的城堡，最近正在招募仆人，管吃管住，待遇还不错。不过公主身份尊贵，你可得谨言慎行啊。多谢告知，正好借此摸清神界情况。你就是来应聘的，不用拘谨，在我这里人人平等。小心点儿，摔伤了就不好了。多谢公主仁慈，奴婢罪该万死。快起来，一点小事而已。看来神族也不全是邪恶之辈，就像地球有好人坏人，这里也一样。我就喜欢看你们人类从满怀希望到彻底绝望的样子，那种挣扎，那种恐惧，真是太美妙了。嘿，被你看到了。本来想明天再邀请你，一天一个，这样快乐才够持久。既然你撞破了，那今天的快乐就加倍吧。接招吧！不可能，神族除了那几个首领，早就没人能达到破剑境了。你到底是谁？混蛋！我可是破境巅峰，你怎么敢这么羞辱我？再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老子修炼的是以体为脉，和你们这些依赖经脉神力的废物根本不是一个路数。算了，今天饶你一命。算你识相！你要是敢杀我，神王陛下一定会把你碎尸万段。是吗？行。行，神族全都不可原谅我，对人族的态度就像宰杀牲畜一样，丝毫没有怜悯之心。神王的女儿身份彻底暴露了，神王就算找不到你，也会迁怒地球，派人屠灭下位面。放心，我早有准备。
呀！自从踏入神界，我体内的吸纳之力就变得近乎无限。地球既是人族的根，也能成为我的力量源泉。这样一来，地球在我体内了，我也能源源不断的吸收灵气，有神界的灵气滋养，再加上地球的本源之力，别说一个神王，就算整个神界，我也能横推。神王，正好，老子我倒要看看，你们这些奴役人族数亿年的杂碎，有几斤几两！